来，都搁这屋来来。哦，进来看看。都是啥东西啊？你看看这啥？哦，全是铜板。都是好东西。哦，咋弄那么多铜板啊？我不是干那种收破烂生意了吗？哦，来，我戴个手套。戴手套啊，才被人手弄脏了。看看吧。哎，不少嘞。一共8000多个，160斤嘞，都收过了。哦，这是等于说是在哪弄来着？这是我干收破烂生意的，然后当破烂收回来了。等于说是当铜嘛，按铜的价格收回来了。哦，1块钱一个。1块钱一个。这是属于20文的铜板。这全部都是吗？都是嘞，这一箱子。看到了。还有这里面，对，这太沉了，我要分开装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抱不动。都是。看到了。装过来了。哦，这里边也都是。都是，全是。160斤，带几袋子来的。那是了。这那些搁一块好像是8000块钱。8000块钱。对，160斤，20文的铜板是一斤是50个。50个，那正好是8000个左右。对，是按8000个收来，然后给他8000块钱。8000块钱。对，我就让你来这屋里看看，这到底200多钱一个。那你这1块钱一个收来了，确实赚大了。说实话，啥子铜板，你都是现在你都随便几块钱卖，最低的5块钱一个。5块钱一个。对。那5块钱，我这8000个都多少钱来？这是你的秤是吧？这是我的秤，我也不放心，我这不是体重秤吗？我称称。不显示这秤，太轻了。显示。这有时候秤不灵活。是。显示，你看看，这个行。咱等一下。对，这个都8斤多了，你看。4公斤。对，8斤多。那是。这里边还都是的。这还多嘞。那确实不少。全是，我看到上面还有带龙的，这个我不认识啥的。带龙带气。那是气啊。对，气和龙。那你反正这个东西20文的是气多龙少，你看这个都是带龙。是，但现在大清银币。对，大清铜币。铜币吗？我也没看清，反正这都是铜的。都生锈了还。本来我想5毛钱给他弄来了，他不愿意卖。非得说你要那个钱收走，说1块钱一个。我想着1块钱一个，我到底是赚了还赔了？那你是1块钱一个，最低现在是5块，你算算，8000个584万。584万，那除去我的那个本年嘞，那你赚3万多块钱。真正3万多块钱吗？对。3万多块钱。他跟我说的，你买了都不会赔，跟我说的。那你这个东西确实一眼开门的老东西，这都是。那你现在你要是出的话，都最低5块钱一个。你要是出不出？出的话，我现在光给你称一下。那出来给家里没啥用。好。称那个啥？那行，那就挨个称称吧。挨个称称。称一下，这刚才称的是4斤是吧？4公斤。不是，可能太轻，不太显示。这个10公斤，20斤。对，20斤。这我称过了，都够。都称过了。一共160多点还。160公斤。哎呀，这个重。17公斤，34斤。34斤，这都20斤50多斤了，这一箱子更重。来，这一箱子有50斤左右。哎呀，看一下，是了，50斤。对。那有，你这确实有100多斤。这一箱子也是有40-50斤。那确实。那多了。算上多了。你要出的话，5块钱一个给你收完了。走。好吧。走。这个要给我收完了，这个都不用收了，赶紧吃饭上。好。俺家祖传4代人的姻缘。这整整8000块，你看能给多少万？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少，但是我看这都是20文的铜板啊，这可不是啥姻缘。如果有8000块的话，这也不少卖钱啊。你刚才说这不是姻缘？对。是不是光线不好？这老姻缘老包浆。光线很好，确实是老包浆。基本上你这都是属于铝坑生锈包浆，反正就是锈比较大。一般这种铜板啊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，就是放的时候受潮了，
我看的很清楚，大小这都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。我给你再纠正一下，这不是铜板，俺爷说的这都是银元。虽然说你是专家，这一点我再给你纠正清楚。那爷爷当时说的时候，你可能没听清楚，铜板在过去被称为铜元和银元一字之差，但是价格差异很大，因为它们的材质和明显不一样，一个是银，一个是铜，从这个颜色上就非常好区分。俺爷说银元里边含那个铜，时间长了生绿锈太正常了，这些绿锈就这样来的。你不能动不动就是恁爷说，恁爷是吧？他懂的他不一定就是对的。虽然说你这些铜板绿锈比较厚，但是背面的颜色，这还是能看清楚的。这很明显，这就是铜的。咱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这银元是30年前我分家分的，那时候俺家是万元户，俺哥分出1万块钱，我就分8000块这个。说实话，90几年的时候万元户那时候的1万块钱，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，而且那时候铜板都没有价格，基本上那时候铜板，也都是随铜的价格。你那时候选1万块钱的话，要比这个铜板强多了。咱俩想的正好相反。搁那1万块钱买摩托买电视，几个月都白光了。我这银元一直放到现在，准备养老嘞。我这挺佩服你的想法的。虽然说铜板现在卖不了几个钱，但是你这8000多的数量，我想全部变现的话，也足够你开销好几年了。你这老板啥意思？动不动都说我的银元是铜板，你痛快点给我个价吧。你这确实不是银元，如果是银元的话，我都不给你乱报了。首先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。银子它是白的，时间长了虽然说会生绿锈，但底板它不是啥的。而你这一堆很明显这都是清一色的铜的。再说银元个头比你这个大，你这一看就是20文的铜板，20文的铜板比中元小一点薄一点。首先它们的购买力区别很大，在过去比市面上1000文铜板才能兑换1块袁大头，也就是说50个你这种才能兑换1块袁大头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1斤铜换7000银子，就是按斤称的。但是现在的银元比较贵，而这种铜板量比较大，价格一直没涨上去，相对来说非常便宜。加上你这种20文的没有价格优势，那是因为过去的20文和现在的2角银号一样，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用的钱，所以品相上来说流通的时间长比较长，然后品相各方面都不太好，加上龙旗比例明显不行。民国双旗比龙板多，所以按斤你这些状态而言，现在市场价大概7块钱一个。7块钱一个，你别胡扯了。银子一颗现在都10来块了，你给的价格太低了吧？我看从开始到现在，咱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我说这是铜板，你非得说是银元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真是银元的话，你这8000个的话，还真不少卖，就是卖破烂也得卖个几十万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我本来都打算卖破烂的，我想卖个几十万养老嘞。你给我7块钱一个，这够干啥嘞呀？铜板市场也就是7块钱一个，你主要是你搞不清楚材质，这个一味的咬定是银元，你这是属于放了30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。我建议你随便拿几个，你多去实体店打听行情，先学会研究，认识究竟是银元还是铜板，对吧？到时候再卖。我谁也不问，俺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我说啥他说啥。那好吧，那你再找其他人卖吧，这东西我要不了。这俺妈的大字不是一个俺收不烂200块钱收了这一堆是啥呀？我跟你说是锡条，准备用500块钱买走嘞。呀，可以肯定一点的，你这绝对不是锡啊，这锡哪有这么白？我看着这倒像银条，200块钱收过来，这绝对是大赚特赚啊！有没有可能是白金？因为我用吸铁石吸了都吸不动，吸不动，那你也不能证明是不是白金啊？吸铁石只能吸铁啊，因为白金的密度和黄金差不多。而你这些我用手托起来很轻，整体托一下，确实很轻。再说颜色也不像白金，并没有这么白啊。你这一堆还不轻嘞，是啥样的人会200块钱卖给你嘞？我听他说是2个年轻人因为俺妈她也不认识他。那是嘞，加上他俩喝的醉醺醺的，买回来就交给我了。收破烂有时候确实能捡到漏，尤其是那种啥都不懂的，再加上喝点酒，他把这10根这个银条当破烂给你卖了。那你说这500块钱，能卖给俺邻居不？那肯定不能啊，因为我对这个银子也不懂。那银子多少钱呢？那银子不按斤算，搁平时都是按克来称的，1克6块左右。
那一斤的话大概在3000的样子。邻居给你开500的话，肯定是看你啥都不懂，500块钱卖给他肯定亏啊。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，有一个北京的老专家说啊，这是古代徐美丽银条，一根价值几十万了呀。看你这隐藏的挺深啊，一会儿200块钱他妈收了，一会儿邻居500块钱要买走了，就变成几十万一根的徐美丽银条了。我给你来讲一下这个徐美丽银条啊，它是属于越南的贸易银条，通常都是10两重量为一根，过去1两是37.3克，10两的话就接近370多克了，而你这一根也都80克呗。从重量、形量上来说，它们两者区别特别明显。从器型上来看，比你这个长，比你这个宽，也比你这个厚，而且啊，它是有形状的啊，属于中间挖4侧突出，整体上就像一艘船一样有弧度，两侧打了有明显的钢印。而你这些啊，我看这都是我们个人熔炼的这个银条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古董，也没你说的价值几十万一根。你不要听网上那些专家胡叨叨。他们说的很有学问呀！他说像你们实体店根本卖不上价，只有遇到懂收藏的人呐，他才几十万一个的买，准备让我带着去找他们。那他不这样跟你说，对吧？他恐怕也说服不了你们啊。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他们这些专家的套路吧。就比如说他妈这200块钱收来的这些银条，他们之所以能给你报几十万一根，目的啊就是先给你洗脑，营造出这个银条比较值钱的氛围，对吧？获取你的信任，然后说是你带着东西去大城市找他们，到地方之后能卖多少钱就由不得你了。开始啊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，后续还有拍卖费之类的。你想想，银子本身就很便宜，几十万一根，你说卖给谁嘞？谁会掏几十万会买这样的东西嘞？只要能帮我卖几十块钱一根的话，这个给他一些费用也无所谓了。那是嘞，这叫劳动报酬嘛。那关键是当真的人很多呀，一听说几十万，对吧？都开心的不得了。真正卖出去的没有一个。就以你这些为例啊，这并不是什么徐美丽银条，也没有什么古董属性，这叫观赏性吧？你看又没有。当你给他们付完各种费用之后，几个月、1年，有的甚至2年，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到时候你自己啥都没卖回来了。反正这东西来的也便宜，200块钱成本，对，我可以试试嘛，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嘛，不是？大事你去试试也行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有些事你不去经历一下，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你只需记住一点，如果往里边花太多钱的话，你就果断收手就行了，因为你花的钱越多，到时候你越不好收手。到时候看吧，反正说不定还能多卖钱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只能祝你梦想成真。谢谢，没事。叔叔，俺同学送给我一根黄金香蕉，你看这是不是金的？能值多少钱？我想问一下小朋友，你这上几年级了呀？3年级。3年级的话，应该多少懂一点事儿了，绝对不会拿家里的黄金啊随便送人的。你这个造型的话，确实是一根香蕉。这我拖着重量啊，这不像黄金，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，一般真像那么大个的话啊，差不多得有几斤重的。我看你这个也不像黄金，所以也卖不上什么钱。叔叔，您可看好了，这香蕉我经常吃，这颜色我也没见过。说实话，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香蕉。我可以确定的，它不是黄金，外面这更像是刷了一层漆。从造型上看，就是一根香蕉。你同学送给你的时候，他是咋说的？是让你玩的，还是让你吃的？他说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弄的呀？这香蕉是他家供台上的，他趁他奶奶不注意，直接拿起来。他说我们俩是好哥们儿，这是我分给你吃。你们俩是好哥们儿，拿给你吃的，这说明你们俩感情好。一般感情不好的话，别说给你吃的，有时候就懒得搭理你。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是供台。一般家里有信仰的老人，在家里面都会摆个供台。如果有什么好吃的话，首先把它们摆到那个供台上。而你拿的这根香蕉啊，就是供台上的贡品。我拿回家，我妈说这是黄金嘞，黄金值钱，必然还给人家。
哦，你妈说的很对，无论是不是黄金啊，咱都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。如果这个香蕉真是黄金的话，这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万一搁路上给人家弄丢了，那爸爸妈妈还得拿真金白银，拿那个白花花的钞票，赔给人家。照你这样说的话，我不要了，这香蕉先放在你这，叫我同学拿走。哦，你先不要害怕，我刚才只是给你打了一个比方，说如果香蕉是金的啊，给人家弄丢了才赔人家钱，你放我这里不行，你同学我也不认识，况且这根香蕉啊，它也不是金的，这有很多疑点。第一个，它这个比重不对；第二个，你看外面刷的漆，吃肯定是没法吃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还带到那个学校。还还给你同学。你明明说这很值钱，是黄金，怎么又不值钱了？这好好的香蕉为什么刷漆嘞？你问这个问题可算是问着人了。基本上家里摆贡品呢，都有一种说法，通常都是摆一些稍微值钱的。过去案台上喜欢放一些鎏金，就是显得好看又有排面。而现代的这个供台上，你摆一些真金白银上去啊，很容易被人家惦记。被人偷走，天天还得操他的心，所以后来都摆一些仿真的。而你同学的这个香蕉啊，就是外面刷了一层金漆，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目的。你能不能听懂啊？我没听懂，我现在该咋办啊？是返给他还是咋弄啊？哎呀，没听懂没关系，这个香蕉不管是不是真的啊，你都还还给你同学。你这样告诉他。你说感谢他的一番好意，说无功不受禄，把香蕉还还给他奶奶，拿回家，还放到那个供台上，这黄澄澄的，对吧？挺好看的，吃了也挺可惜的，你直接还给他就行了，好吧？好吧，谢谢叔叔。啥东西？拿出来看看，你看你猜多斤？我猜多斤？这珠贵的东西我带好了，保管好了，这人老几辈就指望着这个东西的，你看看。指望这个东西吗？啥东西这是？啥东西？这啥？你仔细瞧一瞧。仔细瞧一瞧，这看着像过去的兵器啊。不像多啥的兵器，反正就是宝贵宝贝。家里放了。放这老几辈了，从上一代、上一代都开始放到现在了。这还真是过去的，这是过去的仿品。啥仿品？我跟你说，啥是仿品吗？这你都找过专家看过了，这是真的。真的？多真啊？多真。满的都是古董级的。我这看着，说实话不像。你看这一看，说实话一眼都有点假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清秀多好。关键是它是真正的过去啊！我跟你说，它这个锈应该在里边，你看它应该腐烂了。它这现在等于说平等的，这不像放过去的东西啊。那跟人家放多少年了？放上哈俺老太爷那一辈了，到现在了。咦，时间真是不短了。一直没给拿过来看过，一直叫他当成宝贝到现在了。但是我看到这个。不是真点，实话实说都是不真点。人家看过了，专家说真点，到你这哪玩不真点了嘞？哪个专家跟你说真点？哪专家？人家搞古董嘞说的。这个当时你咋没叫人家带走啊？这宝贝我不得放着吗？再放时间越长不越值钱吗？这个反正我刚才给你看过了，这说实话像近代的仿品，不像过去的。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，一眼假。再越看越假，你看那刚才都跟你说了，要是过去的，它不会平成。你看过去几百年、几千年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懂不懂哎？不是我懂不懂，我不懂，对不对？你叫我给你看啥来，对不对？你都说你看了好，我才让你看嘞。那你这个东西我已经给你鉴定完了，近代的仿品，你不用再放了。说实话，不会超过10年。给你看完了。你也别看了，我还拿走吧，我继续放着。拿走你就拿走吧。这基本人指望这个东西的，你一看都假了。不是，你这越指望，有时候你越指望不上。啥呀？大家好，很多朋友问我，以前农村老一辈留下的风匣，现在收藏市场行情怎么样？今天我们通过视频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收藏市场里面的风匣。风匣是老一辈喊出来的，它的学名叫做风箱。在过去30年前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用它。外形上，风匣是长方形，全部都是用木头定制的。打开风匣，看看它的设计原理。通过一推一拉，可以进风出风，
风匣其实就是以前灶台做饭用的鼓风机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现在这个风匣即使在农村也很难见到它的身影，已经转身到了收藏市场，变成了稀罕物。现在我们的收购人员在农村挨家挨户收购的过程中，确实很难找到风匣的身影了。有时候到一个庄子上，甚至谁家有风匣都变成了稀罕物、老古董了。所以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对风匣的热爱越来越多，真正纯手工、保留品相好的、有一定年月的风匣，现在收藏市场也很难寻觅到。或许现在很多00后的朋友都还不知道风匣是什么，但是真正使用过风匣的朋友都知道，使用风匣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文化价值，在今天才显得更加宝贵。或许很多朋友也会问到，像这样的风匣在今天能值多少钱？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不能因为它的价值而去特意收藏买卖风匣。在用风匣的那个年代，以及风匣留给我们的文化传承，更值得我们去保护现在市场上存留下来的风匣。做有意义的收藏，才是对收藏最好的诠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。喜欢老汉大哥视频的朋友，记得加一下关注。有什么关于收藏方面不懂、想知道的朋友，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？啥东西？黄金章见过吗？黄金章啊，还真没见过。你要这个见识见识。哦，咦，黄金章，黄金章，咦，看出来金黄金黄的了。咦，你摸摸上手感觉感觉。咦，这还有腮红来着。印泥。哦，印泥。哦，印泥。对。感觉。是不是黄金嘞？是黄金嘞。是吧？啊，确实是黄金。就对了。这印泥这边是章吗？对呀。这上面咋没字哎？以前老章。哦，以前老章。老章都是按文来的。都是按文来的。对。你这搁哪弄的？别俺弄了，这是俺家的，给我收来了，知道吧？祖传的。那肯定了。咦，这还是过去大人物用的了。那你这受不了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俺家祖传下来的啊，距离得500年了，500-600年了。你这样吧，你看看，你能不能给我印个章，我看看，能不能？印个章，你看看啊。对。啊。咦，还能用了？现在，这上面还没有字儿，啥都没啥，这啥？咦，没字儿，这是人家专业人看清了。哦，专业人用显微镜，对，才能看清。这指纹嘞，真是的呢，真是见识了，这你还装装？来，我再看看，看没有？这咦，有那沉，确定是黄金的。这以前都可是按个呗啊，现在黄金是不是都按克？是了，我都说你拿过来干啥了？拿过来我准备看看合适了，直接弄那。啊，直接对给我。对呀。啊，那你现在说白了，它都是按克。俺克不中啊，俺克我亏大了。那你亏大了，那你这个东西咋说呀？黄金不按克，你按啥？按个。那你按个，我给你多少钱来这一个？那你咋着？你按那个以前500-600年的那个个的价钱，现在升值都得几千倍了。几千倍。那咋着得个顶个上百万啊？上百万都这个东西？对呀。可我这说实话，第一次听说黄金章，你这要了价也太猛了。你叫你那，人家都看过了啊。鉴宝人看过这章上了，这章跟你说只能，要不然都是高价弄着，要不然都直接放着。哦，那你那几个拿过来的目的是啥？那么你要给我的高价了，我都直接给你出手。那你说实话，我这要不起还100万，你还放着？我几百万。几百万。咦，你这水涨船高啊！我真是见过几百万的东西了，都是。对呀，你见过其他章？这个章绝对没见过。没见过，真是今天真是见识了。这样子。管不？我不要，要不起，要不起。那你再找其他人看看，或者是找拍卖公司，是吧？只能找拍卖公司，这小店都要不起。好，找拍卖公司看去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汉大哥。今天呢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很多好朋友留言的时候，对老汉大哥说啊，能不能讲一讲黄金的一些东西？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讲黄金。黄金上面这些标牌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标牌的作用呢，非常的明显。我们去商场买它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是含金量，它的99%，它的质量就是重量，也就是17.97克啊。这个标牌到底有没有用？再看一下它后面的执行标准啊，其实它是非常有用的。最少它这些东西呢，
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消费者啊，它这个黄金它的含量是多少，以及它的重量是多少。有很多的好朋友留言对我说老汉大哥，他这个标牌我们买黄金的时候，这个标牌算不算重量？老汉大哥在这里说一句良心话啊，给大家说一句，这个标牌呢在出厂的时候就佩戴，它并不含量，它并不包括19.97这个重量，并不包括标牌的重量。所以说请大家无论是购买戒指也好，项链也行啊，手镯也行，所以说这个标牌呢，它只是后期加上去的，出厂的时候加上去的，它并不包含黄金的重量，请大家一定要放心购买这个标牌。同时呢，我们购买黄金的时候呢，除了它的重量以及它的含量以外，老汉大哥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在标牌的背后以及有它的执行标准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购买黄金的时候呢，怎样才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黄金纯不纯，质量怎么样？当然，这个标牌也是给我们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参考的依据。有很多朋友去在商场购买黄金的时候，也有人说我买的黄金呢出现了假的。在这里，老汉大哥呢在这里也想和头条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，其实这些黄金除了我们专业人士看的时候，能看出真假之外，包括他们的营业员，包括他们进货的老板，说句实话，有时候他们也进的货太多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假的，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。所以说在这里，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，除了标牌，也一定要注意它的黄金的真假。好，请大家多一份用心省得自己上当受骗。好，在这里老汉大哥也是祝大家生活愉快。好，今天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爸，我气得不得了！你看儿媳妇的嫁妆这是啥？看着肥不噜噜的。这能是黄金吗？这我拖着挺沉的，这估计得有半斤重。我看他的这个造型，这像过去的马蹄金。那儿媳妇没说这是搁哪来的吗？他说了，他说这是他家的宝贝，家产的宝贝。家产的。说是几百多年的黄金。这不又不顶吃又不顶喝的，你说要它干啥？怎么要它有啥用啊？你看你这话说了吧，它既然是古董，它就有古董的收藏价值。我刚才说它这个形状有点像马蹄金，这拖着重量有半斤重，也比较符合马蹄金的重量。因为过去的马蹄金黄金含量并不是4个9，所以里边含了有少许的其他材质。这个颜色经过这么多年的氧化，就变得灰不如酥，这很正常。你说起来它这颜色了，我找俺朋友问价他说黄金不纯，准备给我按300块一克回收。你可拉倒吧，300块钱一克，你现在上哪去买黄金啊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像马蹄金这种东西它可不是随便，对吧？你看含金量来算的，因为它这个收藏价值远远高于金价。再说这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不要私自做出变现哎呀，不卖不行了。我儿子上个月结婚，我借朋友10万块钱，要么把这个金块给俺朋友，要么再多给他几万块钱。那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，这是典型的坑你那要么把马蹄金给他，要么多给他钱，你这没有第3种选择马蹄金给他一克，给你按300来算，这恐怕半斤多重，这还不够他的10万块钱的本钱嘛。不够也没关系，我朋友说了，剩下那2万块钱以后可以慢慢还。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。我关键我儿媳妇会体谅我的。我倒觉得把这个马蹄金还给那朋友，肯定你们的家庭矛盾要开战了。你想想，那儿媳妇的嫁妆是啥？这是他爸妈给他留了一份念想，你这不坑不哈的给他卖了，这算咋回事？我觉得我儿媳妇会理解我的，毕竟我拿10万块钱借那10万块钱也是为他准备结婚结的。再说这一个破东西，好歹也卖几万块钱呢。我倒觉得，这个不说你卖的价钱也就算了，说你卖的这几万块钱，本不该生气的也生气，因为你这账算的不清不楚，连现在的金价你都搞不懂。半斤重的黄金现在都得10几万了，即使马蹄金的黄金含金量不纯，你就按90%来算。这一疙瘩现在也能卖个10万冒头吧？我这说的是它的金价而已。现在咱们来说它的古董价值，马蹄金距今已经上2000年了，出土的那都是马蹄金都是中空的形状，而你这是实心的。首先年限未知，但可以肯定一点的，含金量它是很高的黄金，因为比重和成色在这放着呢，加上你这个是那儿媳妇的嫁妆，我觉得无论它值多少钱你都不能变现。
即使你现在缺钱变现，我个人给你估的话，低于15万你就别出手了，这是我的估价。15万也行啊，那等我回去给我朋友最低要15万，这样就可以把欠账还上了。反正最低不能低于10万。我发现你这个意志力不够强大，我都给你估到15万的金价了，你这还是不能低于10万，你这是对那朋友要妥协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这当婆婆的有难处，你可以推心置腹的跟那儿媳妇讲一讲，到时候她同意，对吧？你再去变现，这不更好一点吗？我感觉绝对不能给他讲，给他讲了之后，他肯定不让我卖。卖了之后，他天天吵我，我都没关系。天天吵你，那你这有罪受了。我觉得啊，这个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婆媳之间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。钱10万块钱也不多，你现在上哪上班，对吧？你也可以慢慢还，真没必要去变现那儿媳妇的嫁妆。尽量你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，不然的话，以后那婆媳关系处不好，你不是在家里天天受罪吗？是不是？没事啊，这点小事你就不用管了。我还没处理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有一个客户是小白，他拿一个银锭给我换成400克的银肉镯，你帮我看看，应该不会赔钱吧？我看你这个是10两的馒头锭，换成400克的手镯，肯定不会赔钱啊。好歹你这个是古董啊，来我看看这样的。英雄所见略同，咱俩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感觉也不会赔钱。其实啊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。第一次接触这种平基盒子锭，首先啊，你一定要学会看真假，最起码你得学会输入它这个盒子上的编号，去官网对比细节。不过好在你这个馒头锭啊，一眼大开门，你看顶面带光，平基给分也挺高的 ，MS60+，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了。10两的康记商锭，用400克银肉镯换的话，你这是大赚特赚。我感觉也多少能赚点。因为凭借我开金店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我这个客户就是啥都不懂。那用银锭去换银肉镯，肯定这人啥都不懂。给你实话实说吧，一般家里边有银锭的，很少有人懂它的行情。你像过去90几年的时候啊，很多人都拿这些东西出来加工银肉镯，加上之前毁坏了也有很多，所以像这种银锭啊，存世量并不多。说实话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敢用这400克银肉镯换。但是啊，俺老公更细心，说这个银锭含银量低。其实恁老公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无论是银锭含银量多少，咱都可以肯定一点的呀，银锭不会毁坏，当旧银子去卖。何况像这种过去10两的商锭，对吧？含银量也并不低啊。你通过它的银色，你也可以看出来啊，含银量在998左右。你可说着了，我看着颜色也可白，对吧？他说了，这个银锭也不是他家传的，是别人送给他玩的。你可说对了，一般拿这种银锭去乱换银手镯的呀，通常都不是自家家传的，毕竟不是自己家里边的东西，往往都不知道珍惜。不然这一次啊，也不会让你捡这个大漏。意思漏就行。刚才那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了，咋说？还想从我手里要回来。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？那给你要的话，你还真得给他还回去了。因为这个10两的商锭啊，你看状态在这搁着了。首先从重量上来看啊，380.6克的重量，换走你400克的银子，这明面上是他赚了你20克的这个便宜。你加上400克银手镯，应该好几个吧？整整7个。7个的话，每一个手镯又多了一些工费在里边，但是你的成本也不高，能换回来一个10两的商锭，价值也是没法比了。因为这个10两的锭子啊，你按克，那你现在也得20-30一克了。商锭的贵贱主要是看它的状态。首先你看这顶面完全没任何毛病，顶面带光，包括它这蜂窝也是无可挑剔的。云南馒头锭啊，看着非常舒服，中间这个康记这个戳啊，应该打的不是太深，你看一侧深，另外一片浅，相当于是银元里边的弱打现象。好歹公模评级给的是 MS60+ 的分值，综合打分的话，我看还是不错的。我个人看价值的话，应该在1万以内的市场价。1万的话，那我这一次就赚大几千了。因为现在银子价钱虽然说贵点，我那7个手镯成本都在工费上，卖给你吧。你刚才不是说客户给你打电话要了吗？你这转手卖了，这也不太合适吧？我告诉他已经卖了。那你这种行为是属于到嘴的肉不想吐出来了。你这样处理事情很容易引起纠纷，毕竟你这一下子赚走别人这么多钱，不
不合适。我建议你可以把银锭还给客户，那7个手镯你该咋收费咋收费，正常收费不就行了吗？你这话说的太清楚了啊！如果这个银锭是假的，那我400克的银手镯全赔了。对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多少确实有一点道理。那你也算是冒着风险收别人的东西，确实不容易。具体该咋办？那你自己拿回去吧，跟那家人好好的商量着，你到时候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好，我回去商量一下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